5年前，當我第一次開到極氪001的時候，我覺得這是一台非常驚豔的車，因為當時不僅它是 Shooting Brake 造型，而且還能漂移。就算是你要掉头了，你看你開油，它的動力還有，頂着你就出去了。所以這台車它真的是車身穩定系統全關啊，就是你感覺它好像在跟你說，我把我放心的交給你了，你想怎麼開，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吧。這台車它真的是朝着好玩、很性能的這個方向它在進化的，就是它把001FR 同源的那个极氪赛道的軟件直接下放到了這台車上，所以現在讓這台車有了一個可調的車身穩定系統。我現在用的是自由漂移模式，它是純後驅的設定，車身穩定全關，轉向呢是3檔，就這個設定你們可以直接炒作業，真的非常非常好飄。這台車的馬力足夠大，它有925匹啊，朋友們！就算我把它調成純後驅的模式，它也有500匹。它這個500匹對於突破265的胎寬來說，真的是太簡單了，就是簡單到這台車你根本不需要 LSE， 你只需要你看這個彎裡面稍微有點速度，稍微給油它就起飄了。因為這台車它是空懸嘛，就剛才我飄的時候，我很擔心它會有點支撐不住車身，但是我發現我整個飄的時候，我感受的是它非常美妙的底盤設定。就這套空懸啊，它連漂移都能招架得住，就晃動這個方面的抑制非常好，支撐力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。那極氪的車呢就是這樣，它就是可以讓大家玩起來。其實在國內運動車希望這一塊，我對極氪真的是有寄語的。其實如果說到列裝車的話，可能之前呢會在奔馳的 CLS 上你才會看到，但是70、80萬的價格真的是有點貴，我是覺得會有點望而卻步。但是自從極氪001這個列裝出現了之後，你有沒有發現，就是國內的列裝車瞬間多了起來？所以我覺得它也算是引領了中國豪華列裝車的先河。其實呢，我一直期待着，就國內有像奔馳 G、像911這種整體的原創度很高，設計語言呢經久不衰，可以一直流傳下來。像極氪呢，其實它的原創度，我覺得在國產車裡面真的是很高的，而且這個26款，它對它的前槓呢也進行了一些小小的升級，就有點像保時捷930升級到964的感覺。但我覺得啊，就是保留現有的設計，一直進化這件事兒真的是挺難的，尤其在當下就是更新迭代速度太快了。所以你們覺得極氪001能成為那台以不變應萬變的車嗎？就是現在很多車裡的配置表都有空懸這個功能，比如說什麼雙槍啊、3槍啊，但是真正的能把這個功能調得非常好的並不多。就比如說最簡單的路面上過這些小接縫啊，或者一些溝溝坎坎，就幾乎你感受不到這台車的抖動。所以就衝這一點，我覺得它空懸調的就非常符合我的心意。那幾年前我開001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它不只有這種旅行車的裝載能力，它還有 SUV 的這種離地間隙，最主要的是它還有 GT 的動力。所以這台車，我覺得它本來就不該屬於城裡。所以這兩天正好趕着北京非常熱，然後又是個周末，咱們不妨去重溫一下3年前的草原天路。我真的好久没有來到草原天路了。我記得上一次來
還是那时候23年拍 EM 那一期。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就是看到我第一次看到我，可能就是从那个视頻認識到我的。然後這一次為什麼隔了3年又來到這個地方？因為我真的覺得就這個地方是北京周邊最接近地平線遊戲裡邊的。所以這一次我開着極氪001，我開了4個小時來到這個地方。這一路上我真的把這些什麼輔助駕駛、什麼通風按摩全部都打開了。但是現在我發現來到這兒，你們知道有一個很妙的事情，就是沒有什麼車，這也就意味着咱們現在可以開得快一點。如果你們有時間來草原天路的話，聽好了。我推薦你們一定要來西段，就千萬別去東段，因為東段的人實在是太多了。西段非常適合駕駛，如果這個時候你開的恰好是一台你很喜歡、很心愛的車，這個時候你會非常的享受。那在這兒跑呢，和跑山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，就是跑山你們都知道，就要麼就是一直上，要麼就是一直下。但是這條路，因為它是在山脊線上，所以這一段路一直都是這樣的，你們懂嗎？就是一直都有上下坡，所以就需要你不斷的通過上坡和下坡去判斷你的剎車點，每一個剎車點都是不一樣的。所以就是這條路，它會讓你的整個的駕駛樂趣變得更有意思。但是我在這條路上開呢，有一個小小的 bug 啊！你看，就這麼美的風景，然後這麼涼的微風，就你很想非常愜意的這麼開。但是因為這個車呢，還是挺寬的、挺大的，就是我的胳膊有點夠不到旁邊的地方。不過啊，雖然車寬，但是重點來了，比如說我把所有的模式都調到運動加，然後把它的懸架調到低，你會發現整個方向盤這個阻尼變得更沉了，然後它的指向變得更好了，就是你可以在這兒小小的 push 一下，這個駕駛樂趣不就來了嗎？其實草原天路這裡呢，有很多這種平台，你是可以把車停下來，然後站在這兒發發呆。你看我現在正好趕上了一片餘暉，我覺得我今天這一天來到這兒，看到這樣的風景，還算挺完整的。其實從23年到現在3年的時間，我一直想再次來到這個平台，因為之前就是在這個平台拍的，就是回憶還是滿滿的。但是有的時候你知道嗎？就是電車，我確實還是會很擔心它續航夠不夠呀，或者是充電的速度，或者到這充電方不方便。但是好在這台極氪001現在它是900伏的高壓平台。我跟你們講，剛才我來的路上就是服務區，我就上了個衛生間，然後買了杯紅牛，也就6、7分鐘的時間，然後這車就充到了80%，確實充電速度很快，就是這種長途一點都不耽誤事兒，而且它的續航現在是700多。像這種跨省的，從北京到草原天路，700多的續航完全夠用了。現在我就等日落了，因為我在等一個我最喜歡的配置。你們看，現在天已經馬上就要黑了，但是我真的忍不住要趕緊跟你們分享一下，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配置的效果，你們看怎麼樣？我相信你們在勞上一定也看過星空景，但是勞這個上面它是一塊布，也就是說你只能看到星星，但是你看不到上面是天空。但是001整個這塊天幕它是透明的，你不僅可以看到500顆燈珠，你還能看到天空下的繁星，而且這上面還有流星哎！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很喜歡極氪的原因，就是之前在寶馬上，其實這塊它也會做一些光帶，但是在這個位置做星空頂的，我真的是頭一次見到。
這可能便是我偏愛極客最真切的缘由。向來敢於向前一步，他坚守着自己原創的設計，不跟風，不盲從，能把這種純粹的運動質感揉進每一腳油門裡。那最後呢，也希望極客可以守住這份棱角和熱忱，用不被世俗裹挟的自我，可以陪我们一起奔赴每一段滚燙的前路，讓熱愛永遠有處安放。